你是不是发现家里9层塔的新叶一片比一片小，不再油亮？你是不是觉得香味忽然变淡，炒菜时放多少都没有香气？你是不是看到顶端抽出细长花絮，枝条越来越硬？如果有类似的现象，说明你的9层塔正走在黄泉路上。90%以上的9层塔在这个季节都会出现5个危险现象：第一是新叶急速缩小，第二是香味绝迹，第三是顶端抽花，第四是下部开始木质化，枝条发硬，节间拉长，第五是盆土一股闷味，基部发黑。记住，任何2个同时出现，就要立刻启动急救，而不是等它自己好起来。先利用1分钟了解一下这些现象的原因，方便我们后面快速的拯救它。9层塔老化的底层原因，第一个是顶端优势，9层塔天生会把资源往最上面的嫩芽送，如果不修剪，就只长高，不长侧枝，叶子自然越来越小。第二个是生殖优先，一旦抽花，养分立刻去支援花与种子，香味经由合成被降级处理，香味自然就丢失了。第三个是根系缺氧，秋末叶凉，通风差，排水慢，盆底容易长时间潮湿，根吸不到氧，就先黑先烂，地上部分会出现黄、硬、弱等现象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拯救呢？下面我免费教你48小时急救法，跟着做，大概在第7天就能看到嫩叶回魂。48小时拯救法，现在开始计时。第0小时先修剪，看到花苞与花絮，不是只摘花，而是从花梗下2对叶片的位置整段切除，遇到已经发硬发黄的老枝，从老枝往上数，找到第1个带绿色、还软、有弹性的节点，然后在那个节点上方1公分剪断。所有切下来绿色的未木质化的枝条，保留3、4片叶子，可以用来扦插繁殖。这一步的关键只有一句话：去花去老，强迫它回到营养生长模式。你若心软多留1节，顶端优势还在，急救等于白做。第12小时把光补上。9层塔不耐阴，秋冬若没有4到6小时直射光或强明散射光，精油合成会持续走低，香味会越来越少，直到变成草。建议把9层塔放到日照稳定的位置，如果没有光照的环境，可以使用补光灯。补光灯的光距离叶面25到30公分最理想，时长建议4小时以上。如果光照少，还着急施肥的话，会导致叶更小更薄，香更淡，还提前抽花的严重后果，这也是超过90%的人常犯的误区。第24小时浇水，浇水前先看看花盆底部的出水孔，如果孔小于0.8公分，建议换成排水孔较大的花盆，盆底可以垫一点陶粒或碎瓦，让水路顺畅。浇水的时间尽量选在正午，光照好，通风好，有利于水分快速挥发，对根系比较友好。浇水方式很简单，从盆边慢慢倒水，直到盆底流出清水再停止。之后每一次浇水都用手指插进土里3到4公分，摸起来完全干了再浇。浇水时千万避免只浇透了表层就停止浇水的大离谱行为。如果盆土有明显酸臭味，一定要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土壤，这样才有可能把积累的盐和发酵味冲洗干净，否则后患无穷。第48小时要做的是让空气能流得进去，出得来。首先把花盆从墙角、栏杆边移开，4个方向都留出1只手掌的空隙，这样风才能绕过花盆，不会闷在角落里。松土只需要松表层1到2公分，轻轻划开就好，不要往下戳，以免戳断刚长出来的白嫩新根。如果你是种在阳台的一整个长草里，请把每株之间的距离拉到20公分以上，让空气能穿过叶片，而不是被叶子堵住。你会发现，只要空气能动，叶面水分会更快被带走，霉斑、白粉、黑点出现的几率立刻下降，香气也会在几天内回升。这一项看起来简单，却是多数人忽略的重点，也是绝大多数花友没有意识到的关键因素。毕竟通风不好，根系就会长期处在低氧状态，其他操作都会大打折扣。照这个顺序做，第3天开始，节点会出现米粒般鼓起，5到7天看到第1批嫩叶展开，香味往往在增光后的第3到第5天率先回来。你可能好奇，为何一定要先剪再光后水？
因为不剪就无法切断生殖优先，没光就无法把资源转换到叶形成精油，水与通风只是把新陈代谢的路打通。顺序错了，所有努力都在原地打转。这里也把2个致命误区提前讲明白。第一个是只摘花苞不剪花梗，花苞只是结果，花梗才是导线，导线不切断，生殖优先不会消失。第二个是急救期追农肥，根系在秋天本来就吸收弱，你用浓度去硬推，只会让根尖灼伤，外表短暂变绿，几天后整体更弱。遇到这2件事，请收手，回到先剪再光后水的主线。扦插繁殖，很多朋友会问，我在急救9层塔的同时，能不能把剪下来的绿枝拿去扦插，让冬天也有新苗接力？答案是可以的，而且非常建议同步进行，这样就算母猪最终撑不过季节变化，你手上也会有一批正在成长的新苗。做法也很简单，挑选那些还保持嫩绿、没有木质化的枝条，大约8到10公分长，把下端的叶子去掉一些，保留最上面的3到4片。准备一个装了疏松介质的小盆，把枝条的底部插进土里3到4公分深，轻轻压紧周围的土，让它站稳。接着用喷壶把介质喷湿，让土保持均匀的湿度，然后在花盆上扣一个透明的塑料杯，或者用透明袋子轻轻罩住，制造一个温暖又湿润的小环境，帮助它长根。最后把这个小盆摆在有光但不直晒的地方，大约1周，你可以轻轻拉一下枝条，如果会卡住，表示已经开始长根。2周左右，新叶会慢慢展开，那就是成功的信号。而正在急救的植株，就继续放在光照强、通风好的位置，让它按照碱、光、水的顺序恢复。扦插苗跟母猪的需求不同，所以摆位不要放在一起，各自用各自的节奏，就都能长稳。总结一下，今天就检查5个前兆，遇到2项同时出现，立刻启动急救。第1步去花去老，刀口干脆；第2步补足4到6小时日照或等效补光；第3步改成见干见湿，正午浇水，确保盆底能排水；第4步腾出空间，让风穿过叶面。急救步骤照着做完以后，你只要维持稳定的光照、通风和节奏，它通常会在7天左右冒出新的嫩芽。等到第1轮的新芽长稳，不再软弱，植株的整体状态恢复下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回到平常熟悉的养护方式。而最关键的就是每20天做一次清修剪，修掉最顶端那一小段嫩芽，阻断它继续往上长，阻止它进入开花阶段，让它一直维持在只长叶不想开花的青春模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转发给家人朋友，尤其是喜欢自己种香草的亲友。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我把园艺知识讲得更清楚、更可操作的动力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